是搞砸是吧你？我明天去你家打死你去！小人，你不得好死！你说你被我害死，你死，你咋活的？大家好，我是海岩。2024年3月25日，红星新闻报道，闪婚41天诈骗了丈夫1300万，逼死丈夫的翟欣欣已经认罪认罚。由于本案涉及的金额巨大，情节恶劣，翟欣欣涉嫌了敲诈勒索罪，可能会被判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这时她的丈夫苏小茂已经去世7年了。一位外表靓丽的校花，硕士毕业的高材生，她是如何逼死丈夫成为大家口中的毒妇？这个案件又是为何7年之后才刑事立案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一下这个案件。时间回到2017年。苏小茂1980年出生于福建的一个村子，是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北京邮电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到百度做了2-3年的工程师，后来自主创业。2012年他创办了北京业伟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了软件 WeFall。 这个软件是一款可以免费发短信和打网络电话的 APP， 全球大概有几千万的用户。这个 APP 做得很成功，也让他赚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从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变成了一位年纪轻轻就身价几千万的公司老总。虽然有钱了，但他仍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穿20-30的低价 T 恤。赚了钱之后苏小茂也没有忘本，每年给父母20万作为生活费，亲戚的小孩上大学的学费他也给全包了。他的公司的员工也说，苏总平易近人，为人随和。总而言之，苏小茂是一个淳朴、善良、懂得感恩的人。苏小茂之前忙于事业，经济条件变好了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婚姻问题也就提上了日程。家里人也给他介绍过女朋友，但是都没有配对成功。他想找一个温柔善良的，最好有北京户口的女孩结婚，这样以后小孩的上学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为了能够尽快的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苏小茂注册了一家婚恋网站的 VIP 用户。2017年3月，在婚恋网站的安排下，苏小茂遇见了翟欣欣。根据婚恋网站上提供的资料，翟欣欣1987年1月出生在山东，在北京长大，有北京户口，身高1.7米，职业是公务员，月收入2万元以上，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还曾经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交换生留学了1年。父亲早年是大学老师，母亲是国企会计。从小家庭优渥，没有不良嗜好，不泡夜店，不买奢侈品，兴趣广泛，热爱生活。家庭背景好，工作还是铁饭碗，是完美的妻子人选。苏小茂和翟欣欣第一次见面时苏小茂就是眼前一亮。翟欣欣长相漂亮，身高1.7米，身材匀称，穿着气质都很好。相比之下苏小茂的样貌就比较普通了，身高1.65米，比翟欣欣矮了一截儿。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只是简单的聊了一会儿，互相留了联系方式。让苏小茂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翟欣欣就主动的联系了他，主动约他一起看电影吃饭。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翟欣欣说自己只在大学里谈过1次恋爱，毕业之后由于在不同的城市工作，两个人就分手了。这次约会两个人都很愉快，互相产生了好感。后来也有人提醒过苏小茂，说条件这么好的女孩为什么还需要到婚恋网站上征婚呢？不会是看上了你的钱吧？似乎是为了打消苏小茂的顾虑。认识了第3天翟欣欣在朋友圈里就分享了一段视频，视频里有几只麻雀飞过一栋别墅，并且配上文案说麻雀路过我的家。苏小茂看到这段视频之后就比较好奇，便询问翟欣欣。翟欣欣就回复苏小茂，这栋别墅就是我的家，并且发过来了别墅的房产证房主的名字正是翟欣欣。这就让苏小茂产生了心理压力。为了表明自己也是有经济实力的苏小茂就马上将自己的银行存款、股票、理财账户等信息都发给了翟欣欣，实际上正中了翟欣欣的套。当晚翟欣欣就给苏小茂发来了信息，说我一看到你就觉得我们应该会结婚，我会给你生孩子，你是我孩子的爸爸。这个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苏小茂马上就沦陷了。两个人通过微信聊天确立了恋爱关系。翟欣欣经常在电话和短信里对苏小茂嘘寒问暖，有时候还给他送一些小礼物。苏小茂带着翟欣欣参观自己的公司，带他和自己的朋友们聚会。
苏小茂的朋友们都说太羡慕他了，能够找到这么漂亮、温柔贤惠的女朋友。后来翟欣欣就有意无意的在苏小茂的面前提起特斯拉汽车。两个人认识2周之后，苏小茂就送给了翟欣欣一辆价值97万的特斯拉汽车，作为两个人的定情礼物。接着是各种首饰、名牌衣服、包包等等。他们开始各地旅游，享受甜蜜爱情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买。就这样，两个人在一起大概1个月，翟欣欣呢提出要到苏小茂的老家见见他的父母，同时将两人婚事提上日程。2017年4月30日，他们来到了苏小茂的福建老家，见到了苏小茂的父母。翟欣欣呢还主动帮忙做起了家务，把苏小茂的父母、姐姐等家人一家老小哄得开开心心。苏家人都很认可翟欣欣，并且母亲和兄弟几个人呢还各自包了红包，总共7000元。从老家离开之后，他们直接就去了海南旅游。来到海南三亚的第2天，翟欣欣就拉着苏小茂来到了一个楼盘，对苏小茂说自己好喜欢这栋房子，要求苏小茂买下这栋价值320万的别墅。苏小茂觉得翟欣欣已经见过家长了，以后反正是夫妻共同的财产。在翟欣欣的软磨硬泡之下，苏小茂全款买下了这栋房子，房产证上写下了翟欣欣和苏小茂2个人的名字。到这个时候，两个人仅仅认识了40天而已。整个买房的过程都是翟欣欣用本地话和售楼处的人交流，而且翟欣欣表现的对这些都非常的熟悉，不像是他之前说的第一次来海南。不过当时苏小茂也没有多想，没有多在意。两个人又在海南又玩了几天，两个人又飞到了香港。翟欣欣再次开启了买的模式，直到两个人决定结婚领证的时候，两个人甜蜜的爱情出现了变故。苏小茂带着翟欣欣到处旅游，带翟欣欣参加自己的朋友聚会等等，但是苏小茂从来没有见过翟欣欣的家人和朋友，也没有去过翟欣欣的工作单位。他也发现了对翟欣欣并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他始终认为翟欣欣是喜欢自己的，毕竟之前都说过了嘛，要给自己生孩子。两个人认识不到2个月，翟欣欣呢就提出要和苏小茂领证结婚。苏小茂听到之后非常的高兴，两个人商量在2017年6月2日到民政局去领证。可就在6月1日晚上，翟欣欣说自己梦见自己结过婚，然后又离了。苏小茂听到这话心里就一紧，在他追问之下呢，翟欣欣说之前的确结过婚，不过当时是为了帮一个叫李铁军的朋友拿到北京户口，但是后来呢，那个男的又不想离婚了，两个人还打了官司。明天就要结婚领证了，现在翟欣欣突然说自己是2婚，苏小茂脑子当时就懵了。他说信息量太大了，我需要冷静一下，咱们明天先别领证了。翟欣欣一听就不高兴了，开始发脾气，开始收拾东西搬出了苏小茂的家。可能是前段的时间的爱情呢太过甜蜜了，家里人对翟欣欣也特别的认可。苏小茂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想的太多了。第2天，苏小茂就主动联系翟欣欣，向翟欣欣道歉，求她原谅自己。但是翟欣欣说你苏小茂伤害了我，想要我嫁给你，那要看你的表现了。从后天开始一天给我转5万块钱，直到我愿意嫁给你为止。这时候呢，翟欣欣已经将苏小茂的心理拿捏的是死死的。果然，苏小茂就同意了这个无理的要求。苏小茂向翟欣欣提出想看一下他和前夫李铁军的离婚调解书。翟欣欣又提出了这个离婚调解书呢是属于隐私，想要看的话就拿88万才给看。苏小茂又给了翟欣欣88万。当翟欣欣的离婚调解书拿到手之后呢，苏小茂发现离婚调解书里的前夫的名字不是李铁军，而是另一个叫李磊的男子。两个人结婚总共才3个月就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呢，男方还赔付了翟欣欣20万。无论是人名还是时间，赔偿的信息和翟欣欣描述的都相差甚远，这也加深了苏小茂的疑虑。于是呢，苏小茂就提出了自己需要冷静冷静，想再了解一下对方，然后再领证。这下就激怒了翟欣欣，翟欣欣破口大骂，还打了苏小茂，眼睛给打肿了。两个人就不欢而散了。没多久呢，苏小茂再次向翟欣欣道歉，祈求对方的原谅。翟欣欣说你早干嘛去了，本来是可以托人将婚姻状态给抹去的，现在户口本上是离异的状态，所以你要补偿我48万8千元的损失。苏小茂同意赔钱，
翟欣欣再次同意了结婚的请求。当苏小茂提出自己的眼睛被打肿了，需要等几天的时候，翟欣欣又发火了。翟欣欣说：“天天跟求你似的，那你滚吧！今天晚上又骗了我一次，你说明天钱怎么算？”苏小茂回复：“30万我会寄给欣欣的，股票今天下午就卖。晚安。”不能说苏小茂智商不行啊，毕竟是开发软件的高材生，只能说翟欣欣的手段太高明了。苏小茂被翟欣欣拿捏得死死的，随便找个理由，翟欣欣就向对方要钱。仅仅这次领结婚证的风波当中呢，苏小茂就给了翟欣欣转了133.8万元。6月7日上午，苏小茂说自己的眼睛好些了，关键是我很爱你，我们早点建立自己的家庭多好。两个人认识仅仅70天之后，苏小茂经过多次赔款，终于和翟欣欣领了结婚证。正当苏小茂幻想着婚后的幸福生活的时候，他绝对想不到这个女人将来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痛苦。结婚才刚刚10天，翟欣欣呢就提出离婚，原因是他发现苏小茂和前女友有联系，但实际上是之前苏小茂的一位相亲对象和苏小茂在微信上互相祝福对方，在翟欣欣这里呢就变成了苏小茂精神出轨。6月18日，苏小茂承诺自己只爱他一个人，先转给了翟欣欣5万元，并且说明天再转20万。贪心的翟欣欣直接说明天必须再转100万。这还没完，还趁机让苏小茂写了一份保证书，上面写道：苏小茂主动提出离婚的话，需要赔偿翟欣欣500万，三亚的房子也要给他，并且要将房子的贷款还清。如果有了孩子，还要再赔他一套3居室。这次风波呢才暂时平息。从那之后啊，翟欣欣隔三差五的就作妖啊，只要找到理由就要挟苏小茂转钱，还提出每个月要给自己5万元的生活费。苏小茂不断的用钱来维持着这段婚姻，只要苏小茂不给钱，就会迎来翟欣欣的无尽羞辱。聊天记录里，翟欣欣说：“你各个方面都不行，唯一的优势呢就是每天的赚钱水平，不愿给钱，这唯一的优势也归零了。长相身高不行，小房子，口齿不清，还有传染病。”将苏小茂骂的是一无是处，甚至还侮辱他的父母家人。2017年7月，翟欣欣说自己有恐高症啊，住不了高层楼层，要求苏小茂要在北京给他买个别墅，并且要求在2个月之内必须搞定，否则就离婚。而这个时候呢，苏小茂的公司运营出现了问题，他已经是焦头烂额了，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工作上的压力，再加上翟欣欣的无休止的贪婪，终于苏小茂不再挽留，他告诉翟欣欣说：“既然你要离婚，那我们就离吧。”翟欣欣说：“离婚可以，你要履行之前的承诺，要补偿我500万，还有三亚的房子。”苏小茂前后给翟欣欣的钱早就超过了500万，他想和翟欣欣好聚好散，但是翟欣欣呢还是不依不饶。翟欣欣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要求将三亚的房产给他，并且苏小茂必须再补偿他1000万的精神损失费。苏小茂连公司的运营都出现了问题，根本就拿不出这1000万。翟欣欣呢，这时完全就撕破了脸，他表示苏小茂公司开发的 APP 属于灰色产业，并且呢有偷税漏税的行为，要挟苏小茂必须给钱，不然呢就向有关部门举报苏小茂，让他公司关门，让他去坐牢。苏小茂也曾经回复翟欣欣，说自己是海外注册的公司，收入是有交税的。不过苏小茂开发的电话软件 APP 呢，的确是灰色地带，如果深究的话，或许有可能会被制裁。这就让翟欣欣抓住了所谓的把柄。翟欣欣呢，还在朋友圈里发出了一个消息：恭喜老舅荣升高级警监。明里暗里就是说，我舅舅是公安局的高官，要办你苏小茂是分分钟的事儿。苏小茂的精神几乎崩溃，将手中的全部股票和外汇抛售之后，总共硬是凑了660万。苏小茂给翟欣欣说自己实在是拿不出1000万，只有660万。翟欣欣说：“你可以把房子抵押掉，凑不够1000万的话，我舅舅呢只能秉公执法了。”
7月16日，精神疲惫的苏小茂和翟欣欣在一个酒店里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协议书上说，苏小茂需要支付翟欣欣1000万的精神损失费，首付660万，剩下的340万必须在120天内付清，每超过1天就要付10万元的违约金。2017年7月18日，两人到民政局办理离婚协议，这场婚姻总共维持了40天就结束了。接着呢，过户了3亚的房产。到这里，苏小茂已经是倾家荡产了，把所有的资产都给了翟欣欣。还没有到约定的120天，翟欣欣呢就反复带人上门去催债。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的苏小茂打算抵押房子贷款来偿还那340万。他的家人呢也赶到了北京，一边安抚苏小茂，一边找律师看能不能推翻之前签订的那个不平等的离婚协议。在此期间呢，翟欣欣一直没有停止骚扰，每天几百条的催债信息、短信轰炸。苏小茂的心理已经被翟欣欣折磨到了极限。在此期间，苏小茂在银行打印了所有的转账记录以及双方的聊天记录，将两个人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整理成了资料文档。2017年9月7日，苏小茂在自己的那个 APP 里做了一个弹窗，上面说公司法人被毒妻翟欣欣害死，软件即将停止运营，并且公布了翟欣欣的个人信息。苏小茂解释说那是系统测试，已经撤掉了。但这件事呢，让翟欣欣破口大骂：你说这个事儿我怎么追究？你自己说，自己定。协议上可是写的是要1000万，你现在怎么定？他妈的真损！你他妈的不坐牢不行是吧你？你给我造成这么大损失，你说怎么办？迄今为止，我没有向派出所说你这些不法经营，我也没有向那个税务局举报，你却这么弄我，在2000多万用户，你就这么放上去，你他妈你真狠啊你！瞬间，你说瞬间，我手机被我同学打爆了，我同学多少都看见了，给我发过来，你他妈逼咱俩事儿搞砸是吧你？我告诉你，我同学发这东西全是有证据，我明天去你家打死你去！小人，你不得好死！你说你被我害死，你死，你咋活的？凌晨3点钟，翟欣欣在一个渣男贴吧将苏小茂的名字和照片发了出来，还说他渣男骗色，是重度乙肝患者，触犯法律，偷税漏税，这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2个小时之后，苏小茂在网络上留下了遗书，说自己是被极其歹毒的前妻翟欣欣给逼死的，然后一个人走上了家里顶楼的天台，一跃而下。翟欣欣并不知道他已经逼死了苏小茂，还在不停的微信轰炸，几百条的信息辱骂。这时呢，苏小茂已经不能再回复他的信息了。实际上，在苏小茂将翟欣欣的信息公布到自己的开发的这个电话软件弹窗的时候呢，这个翟欣欣就已经害怕了，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高官舅舅，也没有苏小茂的把柄。翟欣欣在后面的信息里说话的语气呢就已经软下来了。现在你把这个新浪微博上的东西给我撤下来，然后我就不再继续追究你。你自己想想清楚。我说我去税务局举报你，现在税务局查你了吗？有人怎么样你了吗？谁动了你一根汗毛了吗？但是你现在就把我的这些信息都给发到网上了，我现在手机已经被打爆了，我的微信已经加的不成样了。这个事情你最好想清楚，你把这些东西给我撤下来，就从这个我个人名誉这方面为止，我不再追究你。税务局那边我去撤销。直到2天后，翟欣欣才知道苏小茂已经被他给逼死了。从相识到苏小茂身亡，2个人总共认识不到半年。苏小茂在翟欣欣身上总共花费了近1300万。事情发生之后呢，苏家人就赶到了北京，并且以翟欣欣涉嫌诈骗和敲诈勒索的罪名报案，但是由于证据不足，无法认定犯罪事实，不予立案。苏家人一气之下呢，就将那个离谱的离婚协议和大量的聊天记录以及转账信息等等发到了网上。事情曝光之后引起了网友们的巨大反应。万能的网友和一些媒体就开始深挖翟欣欣，发现翟欣欣并不是2婚，而是4婚。翟欣欣在4任老公的身上搞了3000多万，她就是一个靠闪婚闪离发家致富的捞女。除此之外呢，网上还有很多人说和苏小茂有类似的遭遇，也是在那个婚恋网站和翟欣欣见面之后呢，都是类似的套路。而且翟欣欣很多时候是和多名男子多线同时交往，
那个相亲网站也受到了牵连，市值蒸发了17个亿。经过调查，翟欣欣所谓的舅舅也不是公安局的高官，他的舅舅刘某某啊，只是公安大学的一名教师，并没有进入过执法部门，也没有介入翟欣欣和苏小茂的纠纷当中。面对这些舆论啊，翟欣欣还颠倒黑白，扮演受害者。他说苏小茂是家暴男，那个保证书呢是苏小茂家暴他之后啊，哄他的时候自愿写的。那份离谱的离婚协议呢，也是两个人发生矛盾之后，苏小茂自愿签字的。翟欣欣说，苏小茂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公司经营不善，一时想不开，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总而言之，他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了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的身上。这一番操作呢，反而激怒了网友们的愤怒。很快呢，翟欣欣和其他人聊天记录就被曝光了。聊天记录里啊，这个翟欣欣说，要么离婚，要么找个小男友玩的，找个年轻的，钱我花。就那个小矬子啊，80后的也不年轻了，后路早就想好了，那个人我不可能跟他过一辈子的。这份聊天记录就能看出来啊，这个翟欣欣啊，目的就是搞点钱再离婚。翟欣欣被网友们称为毒妇啊，把她和另一位渣女并称为欣欣向荣。苏家人呢一直收集证据，他们听取了律师的建议，先向翟欣欣进行民事诉讼，追回被翟欣欣套取的资产和钱财。2018年7月2日，民事诉讼开庭，翟欣欣故意删除了很多的聊天记录，法官要求双方留下证据和手机进行封存。翟欣欣找各种理由不愿意留下手机，被法院给拒绝。民诉诉讼直到2023年3月31日，北京朝阳区法院宣判，判决翟欣欣归还所有的资金，撤销翟欣欣在海南和北京2套房产的个人所有权。2023年5月12日，翟欣欣被迫归还了苏家人660万元。刚开始警方不能刑事立案的理由是证据不足，现在有了法院的民事判决，就有了最有力的证据，并且苏家人又收集了更多的证据，这下证据可以说非常充足了。2023年5月19日，北京海淀警方正式刑事立案。苏小茂去世6年之后，翟欣欣被逮捕，罪名是敲诈勒索罪。2024年3月25日，红星新闻报道，翟欣欣已经认罪，他可能会被判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翟欣欣费尽心机骗来的钱，最终还是得全部都还回去，而且呢，自己还出名了，同时还要面对法律的制裁，可以说是恶有恶报。好了，今天的案件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